今天修这台 KTM 640，这个车的问题就是曲轴轴承坏了。我给你们描述一下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我骑在路上面，然后听到发动机里面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然后呢，发动机的震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又开始有敲缸的声音。这个敲缸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呢？本来这个活塞是撞不到上面的缸盖的，但是你的曲轴轴承坏了之后，你的曲轴就可以在里面晃动，这个活塞它就会变得更高，然后就撞到上面的缸盖了。所以说我判断是曲轴轴承坏了。OK， 这就是今天的任务了。开到这种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抬发动机了。这个车设计还是挺有意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这个车的链轮在右边，这个不是镜像哦，这个是右边。然后呢，这个车是有车架油冷的，它的管路从这里上来，会到车架里面去，这根管。你看这里有一个机油滤芯，然后呢，机油再回到发动机里面去，这个是辅助机油散热的。上面这根管呢，它也没有浪费，这个是它的出废气的地方，一根管子连到这个里面来，然后油气跟着这根管子，这根黄管回到空滤箱里面去，然后再进入发动机去燃烧。再来看这边，水泵在这里了，水泵在缸头上面，不是在下面。脚启动杆跟换挡杆同轴的，看到没有？都在这一根轴上面。离合器也在左边。这个车拆减震也非常方便，这个盖子一拿，这个一松，这个一松，从这里往外一拔就可以拔出来了，非常简单。这个车的问题就是震动大一点，其他的没有毛病，没有任何毛病，骑着非常爽。接下来看一下这台发动机有多重。41公斤，再来一遍。41公斤。640这一代机器最早是在1987年就有了，它的基础设计一直延续到了2007年。当然，它途中在不断的进行改进，有400、600、620、640、660，当然最好的就是660了。然后到了2008年才被第一代的690取代。车型也是涵盖了越野、Duke、滑胎、ADV、拉力。660拉力也是5届的达喀尔冠军，然后才是690拉力，690拉力被禁了之后才是450拉力。这个铝合金的。这个是它的手动减压阀，你拉下它，它就会把排气门打开一点，这样你的发动机就没有压缩了。单凸轮滚子摇臂，这个摇臂顶端也是带球头的。KTM 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就是你可以通过一根长螺栓把曲轴定死在上支点的位置，这样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它就不会跑位了，对顶呢也没有那么麻烦。国产有的好的设计确实要学一下。这个张紧器设计是非常简单的，现在 KTM 大排量普遍是采用油压张紧器了。我奉劝各位 KTM 车主不要把你的油压张紧器换成那种手动的，很危险。原厂这样设计自然有它的道理。然后就是机油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你按照它的用户手册上面叫你用摩托瑞士什么机油，你就用那个什么机油，不要自己去换，因为有可能他在设计这台发动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机油来测试的。我的乖乖，缸头活塞打成这个鬼样子了。缸径101，这个大气缸怎么样？拆开气缸里面没有发现什么异物，只有断掉的活塞环。
我分析这个是活塞环断了导致的问题。拆到这里我就发现，哎，我的曲轴轴承好像没坏，但是还是全部给它拆开检查一下吧，这样心里安心一点。这个车就不需要给大家看什么用料了 ，KTM 不可能给你用差的。从设计上面来讲，它是能用轴承的地方就没用轴瓦，这样的话，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更加低一点。这个车用的是滚子链，但是杜卡迪一直到1299用的都还是滚子链哦。你说杜卡迪是为什么呢？滚子链是不是有可能有一点点的优点呢？这个车有2个机油泵，一个是润滑曲轴的，一个是润滑变速箱的。曲轴的正时链轮也是可以拆卸的，这个坏了的话，你就不需要换整个曲轴了，不像那个某沙350一样，是吧？这个就是曲轴上面卡上支点的那个凹槽。这个车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在仪表上面切换不同的轮胎尺寸，这样你在更换轮胎之后，你的速度表依然是准确的。比如说你从越野21寸换到19寸，换到17寸的轮胎，你都可以在仪表上面进行切换。换挡波叉上面也是带滚子的，这样你的换挡会更顺滑一点。这种老车都只有5个档位，但是我觉得5个档位也够了。检查一下曲轴跳动，右边6丝，左边8丝，都还在原厂跳动范围之内。连杆间隙也在标准范围之内。今天修这个 KTM 640的凸轮轴减压阀，它这个设计跟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甩块式的不一样，它是这种套在凸轮轴上面的。现在呢就是锁定的状态，这个上面有一个小凸台，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一个凹槽。锁定状态的时候，这个旁边这个凸轮会高一点，然后它转过那个排气门的时候，它就会把排气门稍微打开一点，这样你就没有压缩了。然后呢，到达一定转速的时候，它就会缩到里面去，这里就没有顶出来了，就能有正常的压缩了。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凸台上面有磨损了，已经磨出一个斜边了，所以说现在呢，在锁定位置的时候锁不住。轻微一按，它就会缩进去了，一直处于有压缩的状态，那么你启动机根本就带不动。不过还好呢，这个是可以修的，它里面中间有一根限位销，圆圆的，看到吗？把那根限位销顶开，然后通过液压机把它压进去，它就自己掉出来了，然后再把它翻转过来，翻转过来是不是这边这个边边又是尖的了？那么它又能锁住了。不过呢，这个有风险，因为它这个尖尖很硬，它是很硬的钢，有可能在压的途中把它压碎了，那就废了。不过现在呢，它已经废了，它已经没有减压功能了，所以说我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OK，这样就拆下来了。现在已经是给它翻转一遍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再给它压进去，先压中间的限位销，然后把它两个压到底就可以了。现在就是明确有段落感的了。640这个活塞是用不了了，所以打算给它换一个 KTM 990的。KTM 990和640的钢筋都是101毫米，而且它们都是锻造活塞，都是陶瓷基钢，所以说完全没有理由不能通用。640这个活塞加上活塞销、活塞环有520克重。KTM 990的呢，轻非常多，只有456克。它的活塞销更短，活塞的裙部也没有那么长。换了新活塞，还是打算测一下它的活塞跟气门之间的间隙。把发动机简单的组装起来，然后用橡皮泥测一下。这个橡皮泥弹性比较好，可能测出来还会比实际的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把正时链条、凸轮轴装起来，转动几圈，然后再拆下来看看。OK， 先来看看排气门的，用裁纸刀把它切开。看来气门的位置还好，余量还非常够，但是活塞的边上跟缸盖之间的间隙好像稍微有点小。再来看看进气门那边呢，气门的间隙也是非常够，但是边上的间隙太小了。这个缸盖我是给它打磨过了，不然那个活塞环撞出了很多小尖尖，如果导致爆震就不好了。这样一看就是缸盖的四周跟活塞之间的间隙比较小，那就把活塞上面四周的位置给它抽矮一点就可以了。好了，现在已经抽好了，与其有高压缩，还是不要顶活塞的为好。下一期就可以装机了。本期组装这台 KTM 640发动机，这个脚启动轴上面要对点，不对的话也能用，但是它会影响脚启动杆回弹的力度。这个车维修的内容主要就是活塞跟凸轮轴，活塞换了一个 KTM 990的，然后对活塞顶部进行了一些加工，然后是对凸轮轴的减压阀进行了维修，现在它能够正常的减压了。KTM 的车其实还是很耐用的，但是前提就是保养一定要给够，尤其是机油，机油一定不能用差的，而且一定要勤换。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车为什么要把脚启动杆放在左边，把链轮放在右边。我觉得一，这个是设计习惯问题；二是脚启动杆就应该放在左边，因为越野车很高，你要跨上去在右边踹的话很不好踹。最正确的办法就是站在车的左边，然后用你的右脚去踩。脚启动杆放左边了呢，那它就只能把链轮放右边了。这个波叉上面是带滚子的，装的时候不能忘了。另外，这个车脚启动轴和换挡轴做了一个同轴的设计，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大轴里面套了一根小轴。
这个车的前车主使用还是比较温柔的。这个车2万多公里了，离合器大鼓上面基本都还没有撞出坑来。640的离合器里面有一个橡胶圈，这个不能忘记装了。然后跟它配套的离合器片也是不一样的，装错的话会导致你的离合器分离不清。这个离合器压盖也是要对点的，少见吧？现在给曲轴里面打点油，这个是维修手册上面规定的。现在启动一下，这个凸轮轴减压阀修好之后是很好启动的，我是一脚就能着，如果力气大的呢，你用手也能给它掰着了。